好吃不可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这蛤蜊蒸蛋，我们在家里该怎样去做才能做出嫩滑好吃，还没有一点风味的呢？今天阿鹏呀，就从加水的方法比例，还有蒸制的火候，全程的教会你，让你们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出和饭店一样好吃的蛤蜊蒸蛋。接下来呀，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。首先啦，我哋準備2蚊嘅白貝啦，同埋3隻新鮮嘅雞蛋。这白贝呀，我们在蒸蛋的时候其实也用不了特别多的，只需要少许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白贝的话，那么也可以用其他一些花甲、沙甲或者其他的贝类都是没有关系的。接下来我们先把白贝先给它处理一下。我们先把这2块钱的白贝放在大碗里面，然后在碗里面再添加清水，还有适量的食盐，之后再添加一点点的花生油进来。然后再将它轻轻的搅拌均匀，先把白贝先给它提前的静养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让白贝吐干净泥沙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体内就不容易吃到沙子了。把它提前的静养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接着再将它清洗一下，下手将它轻轻的抓洗一下，将附着在白贝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和杂质给它清洗干净。将白贝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将它重新的再添加清水，再继续的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尽量的将它多清洗2到3遍左右，将白贝表面的脏东西完全的给它清理下来。在经过反复的清洗干净以后，这白贝呀就特别干净的了。接着将其控水捞出，下一步开始锅中烧水，然后再将清洗干净的白贝给它直接的冷水放进锅里面。我们将白贝给它直接的冷水放进锅中，开中火给它慢慢的煮一小会。随着锅中的温度逐渐慢慢的升高，里面的白贝呀就会受不了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里面的白贝呀就会逐步的一个个的全部打开口子了。如果直接的开水下锅的话，那么这些贝类呀就不容易全部打开口子了，这个一定要记一下。另外这个白贝呀也不需要煮得太久的，避免它的鲜味流失太多了，只需要将白贝给它煮至刚好的张口就可以的了。将白贝煮至开口以后，我们再用筷子给它开口一个，夹起来一个，避免煮得太久了。将白贝全部的取出来以后，接着呀我们再将这个汤水将它倒出，过滤一下，然后再将它稍微的晾凉一下备用。接下来呀，我们开始下一步操作，准备3个新鲜的母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给它一个个的打进一个大碗里面，然后再用筷子将它不停的搅拌一下，将鸡蛋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用筷子将鸡蛋给它统一方向的快速的搅拌1分多钟，将里面的鸡蛋黄、蛋白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鸡蛋呀蒸出来以后会更加的滑嫩又细腻的，也会特别好吃。我们将鸡蛋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，大家一定要看好咯。往里面添加1.5倍至1.8倍左右的花甲水，如果是平常蒸鸡蛋的话，直接用清水就可以。接着我们再进行调味一下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增加底味。这鸡蛋要想蒸出来滑嫩好吃，那么水量的添加也是非常有技巧的。水太少的话，那么蒸出来的鸡蛋比较紧实，不够嫩滑。反之，如果水太多的话，那么鸡蛋蒸出来不容易成型凝固。所以水的量控制在1.5到1.8倍的水就可以的了。最后再继续的搅拌均匀，让汤水和蛋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我们将蛋液准备好之后，接下来呀再准备一个盘子，稍微深一点的深盘，然后再将煮至开口的白贝给它一个个的整齐的摆进盘子里面，然后呀我们再将这个准备好的蛋液倒进盘子里面。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可以像我这样子用筷子将泡泡隔开，将泡泡隔离开，这样子的话泡泡就不会倒进盘子里面了，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后续一点一点的将泡泡打出来了。表面没有泡泡，那么蒸出来的鸡蛋它的表面会更加的光滑又细腻，滑溜溜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经过这样子处理，它的表面是没有一点泡泡的，是非常省事的一个做法。然后下一步我们再用保鲜膜将盘子给它密封起来，这样子的话可以防止蒸馏水的滴入，造成鸡蛋不容易成型，而且呀也可以防止蒸汽直接的接触到鸡蛋糕的表面，
这样子的话，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容易蒸牢了，成功的概率会增加很多。如果没有保鲜膜的情况下，那么在蒸制过程中用盖子将它盖上，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将蛋液给它全部的处理好之后，接下来开始上锅蒸制。水开上去以后，扣上盖子，开小火给它煮个大约8分钟左右。具体时间需要根据你的蛋液深浅程度，还有具体的火候大小来把握和调整一下。蒸到中途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到蒸汽明显过大的话，我们可以打开盖子让它透气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可以防止由于蒸汽过大而造成起蜂窝的一个现象。趁着这个蒸制时间，我们来准备小葱少许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将它给刀切成小葱花。这个葱花切好以后呀，我们先将其先用小碗把它装起来备用。我们将鸡蛋小火慢蒸大概8分钟左右。如果发现中间还有一点点没有凝固的，可以先关火给它焖一小会，利用余温将鸡蛋糕焖至凝固成熟。蒸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轻轻的晃动一下铁锅，可以看得到鸡蛋已经是完全的凝固的了。接着呀，我们先把鸡蛋先给它取出来，然后再把保鲜膜去掉，再认真的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鸡蛋的表面非常的光滑，而且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，已经是完全的凝固的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蒸鱼豉油，然后呀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芝麻香油增香，如果没有的话用普通的花生油就可以的了。再轻轻的将它摇晃一下，让里面的酱油还有花生油充分的摇晃均匀。最后一步，我们再往里面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就可以的了。就这样子，这道非常鲜美又好吃的家常美食蛤蜊蒸蛋，我们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蛤蜊蒸蛋，里面的鸡蛋它蒸出来的呀嫩油豆腐，而且滑溜滑溜的，一点的气泡和蜂窝都没有。里面添加了一些蛤蜊，让整个鸡蛋吃起来特别的鲜美又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蒸蛋的，那么今天这个做法呀，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也不妨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，保证不会让你们翻车的。蒸鸡蛋一定要注意，火候一定要控制好，蒸制蛋的水量一定要控制好，这两者把握好了，让你们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出和饭店一样的蛤蜊蒸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